男主人在翻修自家后院，锤子刚落下，他却有一种像被什么盯上了一样的感觉。下一秒，他感觉草丛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微微蠕动，直觉告诉他不对劲。他赶紧掏出手机开始记录，结果镜头里出现的那一幕，至今想起来都让他后背发凉。 Look, dude, she couldn't find her way over there, so now she's over here. She's back in here trying to fucking find the way into my property. Do you see her? Look at that face. Oh my god. It's right there staring at me. Dude, how fucking scary is that shit? Oh my god, dude. What the fuck? She's crawling through all this shit, bro. 后来男人越想越不对劲，他把拍到的画面反复放大慢放，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报警。可奇怪的是，警察到场后把后院翻了个底朝天，却什么都没找到，没有脚印，没有痕迹，连一丝被挪动过的泥土都没有，就像那东西从来没出现过一样。于是问题也变得更加诡异，男人到底看到了一个人，还是某种不该被他看到的别的东西呢？最近，一位女士在家里发现了一些让她彻夜难眠的画面。据她自己描述，这些异常并不是一直存在的，而是在某个时间节点之后突然开始出现的。起初，她只是以为自己眼花了，可随着那些事件的发生，一次比一次频繁，她的恐惧感也在一点点攀升。尽管心里害怕得很，但她比谁都更渴望弄清真相。他迫切想知道这一切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某种刻意隐藏的迹象在悄悄地向他靠近？That's never done that. 这还只是客厅里发生的事情，女士卧室里发生的事情可比这诡异多了。后来，女士把这一幕给丈夫看，丈夫迅速来到了卧室，也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丈夫在卧室里研究了整整1个下午，始终没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这个世界上，有些画面至今无法用科学去解释，有些故事只敢在夜里轻声讲述。如果你看到这里能动动手指点个赞，我会在这里向你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如果你喜欢这种真实又惊悚的记录，也别忘了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还有，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请留言下来。你的一次点击就是支持我们继续揭开更多未知真相的力量。最近，一位博主把一段他妈妈和姨妈清理一栋老旧精神病院的影片上传到了自己的频道。据他们本人说，当时在工作的时候，精神病院里安静的出奇，他们什么异常都没有听到。可等回家把视频放到最大音量重新播放时，他们才听见了那些声音。这姐妹俩说，幸好当时工作的时候什么都没听到，不然工作也不用干了。
按理说这里不该有任何声音，可当他们把音量调到最大时，却发现里面竟然听到很多杂音，有人在低声说话，远处似乎有尖叫，甚至还夹杂着婴儿啼哭的声音。但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是，录音的那个下午，整栋建筑里只有她们2姐妹。几天前，一位先生来到了一座废弃监狱参观，刚进门，导游就语气慎重地提醒大家，这里流传着不少闹鬼的传闻，如果参观途中看到了任何风吹草动、影子晃动，千万别犹豫，一定要立刻拿出手机拍下来，因为在这座监狱里，很多游客都曾意外记录到超自然现象。 What the fuck? That's some creepy ass shit. Hold on, no, I want to see this shit. Ain't none of this. 游客先生表示，这算是超自然现象吗？应该是吧。有时候，当一名夜班值班的守卫真的需要比常人更大的勇气。根据这位上传者的描述，那天他正在上夜班，例行检查监控画面，忽然看见了一个小孩子的身影。深夜的墓地本就空无一人，他当时整个人都愣住了，不知道哪儿来的孩子。可就在他还纳闷，甚至还以为是监控误差的时候，监控里的那个孩子突然做出了一个令他彻底头皮发麻的动作。这孩子不是有影子吗？他不是人吗？萨凡纳超自然博物馆一直被传是一个真正闹鬼的地方。一名叫做 JT 的先生并不相信这里的流言，直到他亲身经历了那场让他至今回想都起鸡皮疙瘩的事件。据他描述，那天他在馆里看到的东西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他甚至拍下了惊人的画面，但始终不敢公开，因为担心被质疑造假。更诡异的是，同样的现象随后又出现在了另一位工作人员的身上，而这一次他们确信这里的东西完全不同于他们以往遇到的任何实体，它更聪明更凶，像是在守着某个秘密，并不希望被打扰。现在他们能确定的就只有一点，博物馆里真的有东西。从刚才的画面来看，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袭击了 JT， 但那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随后就是他的同伴也受到了袭击。目前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只知道那东西很危险，最好不要深度接触。
一名叫做莎拉的女子受雇于一名房地产经纪人，专门负责清理那些刚被租客搬空的出租屋。通常来说，租客都是住满合同才退房，可有一栋房子却总是提前空出来，一年内换了好几任租客，每一次都是突然搬走，而经纪人从来不解释原因。莎拉每次上门打扫时都会产生疑惑，这房子看着没什么问题，为什么没人愿意住下去？为了弄个明白，他决定这次顺手拍一段房屋参观的视频。可就在镜头扫过客厅与走廊时，他终于意识到为什么每个租客都会逃离这里。Hey, ¿andan acá? No mames. Espérenme. Iba a dejar grabando, pero la neta ya me está dando cosa. Se escucha el ruido por acá. No sé qué sea. Escucha mucho ruido. Tengo que ir a apagar la luz de ella porque se está poniendo ya. Ay, no. Creo que voy a regresar mañana mejor. 在这段录像里，最可怕的不是门的异动，而是这里。在黑暗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偷偷地观察莎拉。这到底是什么呢？一位先生和朋友一起去露营时，他们总觉得附近有什么东西在暗中跟着他们。即使到了深夜，帐篷外仍然能听到奇怪的唏嘘声、脚步声，却始终看不到任何人影。直到第二天清晨，他们在营地周围发现了几串陌生而诡异的脚印，没有一个人能认出这是什么生物留下的。那一刻，他们意识到这里很可能不是普通的地方。为了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他们特意准备了热成像仪和无人机，开始对周围区域进行搜索。然后他们就看到了这个画面。无人机在上空扫描时，他们在画面中发现了一个异常的热源点。可奇怪的是，那片区域本该由一名队员负责查看，结果队员回来却说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堆普通的杂草。但如果真的是杂草，又怎么可能产生明显的热源呢？那片看似空无一物的地方，究竟隐藏着什么呢？一位先生正牵狗散步回家，途中狗狗突然情绪变得紧张不安，盯着身后不停低吼。男人回头一看，发现路边站着一个陌生女人，两人对望几秒，女子看起来并没有做什么，于是他也就没多想，准备继续往前走。可没走几步，狗狗又一次爆发出紧张反应，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危险。男人再次回头，却惊讶地发现刚才那个女人不见了，在空荡的街道上，连脚步声都听不到了。
这个女人会去哪儿了呢？不会是在男人的身后吧？在经历了上次的事件之后，蒂姆对这栋鬼屋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他觉得这里不仅有恶魔，甚至连这栋房子都被诅咒了。而蒂姆本次的任务就是打算把这里的诅咒给解决掉。他带了8根可以解除诅咒的蜡烛，但这种道具真的好用吗？ Нужно быть очень аккуратным,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т демон силен и в светлое время суток. Так, друзья, я поставил 8 свеч в этом доме. Они должны по 4 в каждой комнате. Они должны убрать проклятие. Убрать проклятие. Убрать проклятие. Я знаю, кто ты. Тебе лучше уйти с этого дома самому. А, ты уверен в своем друге маги? Интересно, что ты еще придумаешь? Тебе этот круг не поможет. 这个屋子里的恶魔也太厉害了，蒂姆布置的法阵根本不起作用，就算蒂姆在法阵里，还是被恶魔袭击了，并且恶魔还用灵核告诉蒂姆，他会夺取蒂姆的性命。当然，蒂姆也有办法自救，只不过要蒂姆跪下求饶。 Я хочу, чтобы ты молил меня о прощении. Тебе лучше уйти из этого дома самому. Не веришь мне? А, теперь
Я вижу, что ни круг, ни меня этот стул не задел. Ты не можешь причинить мне вред, когда я нахожусь в кругу. Твои слова — ложь. И это все, на что ты способен?蒂姆来的目的就是解决掉这个恶魔，怎么可能向他求饶呢？蒂姆带着圣水冲出了法阵，因为蒂姆觉得应该有什么东西吸引了这个恶魔，才把他引到了这里。然后蒂姆就找到了一个人类头骨，在检测后发现这个东西的能量特别强。难道这东西真的有问题吗？想不了那么多了，蒂姆现在自己很难解决眼前的困扰，所以他想借助这个东西的能量，试图再次联系光明的灵。Позже все станет известно. “这个恶魔真的有点太猖狂了，屡次袭击蒂姆，这让本来想解除诅咒的蒂姆也转变了态度。行，我不解除诅咒了，我要先解决恶魔。但蒂姆要怎么做呢？ В принципе, мне больше ничего не остается, как только перейти к изгнанию демона. Книга в рюкзаке большом. Убить тебя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Не можешь. Я бы уже давно убил. Только книгу выронил. Не смей выходить из своего круга.
Да, ты прав. Я не могу тебя убить. Но я могу причинить тебе адскую боль.最后，蒂姆拿到了咒语书，他还点燃了解除诅咒的蜡烛。就这样，一边解除诅咒，一边驱魔。据蒂姆描述，这里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因为这个驱魔咒语就是专门针对这种恶魔的。好吧，恐怖的时间总是短暂的，我们的节目又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飞鸿禁地，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请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一起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黎明将至，我们午夜再见。